想死就救。看来这病秧子还是有点存货的嘛。闹吧，闹得越欢，死得越快。满京城谁不知道，贤王谢云慈就是个活死人墓里的常客。传闻他胎里带毒，3岁咳血，5岁坐轮椅，如今20有4，太医院的判词都下了10几回，回回都说熬不过今冬。谢云慈，你可得走好啊！虽说咱们今儿才拜堂，连面都没见着你就晕过去了，但这也是缘分。你身子骨弱，到了底下要是被小鬼欺负，就报我爹护国大将军的名字。下面可能不认。听说你库房里有御赐的南海珊瑚树，还有3箱子夜明珠。你放心，等你2腿一蹬，我会含泪继承你的遗产。咱们这也算是各取所需。你缺个冲喜的王妃体面下葬，我缺个有钱早死的夫君以此换取自由。等你一死，我就是大周朝最年轻、最有钱，还没有婆母管上的逍遥寡妇。爱妃烧的这般急，是想送本王上路？爱妃好身手，这银针上涂的是见血封喉吧？看来爱妃不仅仅想送我钱，还想亲自送我一程。王爷，您醒了，太好了！臣妾这是在给各路神仙烧买路肥啊！臣妾听说王爷晕倒，心急如焚，想着是不是有孤魂野鬼冲撞了您，这才特意来后花园求神拜佛。臣妾这一片真心，天地可见啊！求神拜佛需要在火盆里烧谢云慈名字的牌子。那是替身，这是臣妾家乡的偏方，烧个替身下去，替王爷挡灾。王爷您看，您这不是醒了吗？说明臣妾的法子灵验啊！爱妃真是用心良苦。既然爱妃懂医术，不如替本王看看，这身子还能撑几天。既然瞒不住，索性不装了。这哪里是病弱，这分明是中毒。这是个什么怪物？狠人啊，对自己都这么狠。王爷这毒起码10年了吧？蚕丝绕，西域奇毒，每逢月圆之夜，骨髓如万蚁噬咬，痛不欲生。王爷能活到现在，全靠一口真气吊着，佩服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本王原本只想取个摆设，没想到取回来个麻烦。王爷别急着动手，杀了我，您明天怎么跟宫里交代？大婚次日新娘暴毙，皇上那边正愁没理由治您的罪吧？况且这毒我能解一半。一半？王爷放心，为了我的您的遗产，臣妾一定努力让您活得长命百岁。咱家奉皇上口谕，特来探望贤王殿下。爱妃，扶本王回房。老燕狗是来探虚实的。王爷，您这一身烟火味儿怎么解释？那就劳烦爱妃替本王挡一挡了。谁怕谁？王爷，您怎么了？王爷，您别吓臣妾！来人啊！王爷吐血了！王爷，您醒醒啊！王爷，你要是去了，臣妾也不活了。咱家看王爷这气色，怕是不太好啊。皇上特意叮嘱，今夜是大喜的日子。王爷虽然身子弱，但这圆房的礼数那是祖宗规矩，关乎皇室子嗣，可马虎不得。
这老太监什么意思？想直接把谢云慈累死在床上吧？公公说笑了，王爷如今这身子连药都咽不下去，如何行周公之礼？王爷这是虚不受补，得用喜气冲一冲。况且若是明早没有那元帕交斋，咱家回去也不好向皇上复命啊。这一招真阴毒，大婚次日若交不出落红的元帕，不仅会被视为不贞，更会被皇帝借题发呆，治谢云慈一个欺君或者大不敬之罪，甚至可能传出贤王不行的流言，彻底断绝他在朝堂上的威望。水，王爷你醒了。李公公深夜造访，本王招待不周了。老奴也是奉旨办事，还得看着王爷安歇了才能回去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儿听墙角。今晚你们要是没动静，明早就等着倒霉吧。爱妃，既是皇兄美意，公公又如此尽职，咱们岂能辜负？大哥，你疯了！你现在这身体状况，演这种戏？配合。行，你要演，那我就给你演个奥斯卡影后。王爷，公公还在呢，这多难为情啊！李公公是自己人，不妨事。咱家倒要看看，这病秧子能翻出什么浪来。不想死就叫，大声点儿，凄惨点，哦不，欢一点。这辈子没遇过这种要求，算了，拼了！王爷，饶了我吧，我不要了。王爷，接受不住了。王爷，你轻点。王爷，你身子骨真好。看来这病秧子还是有点存货的嘛。闹吧，闹得越欢，死得越快。怕是回光返照，明天能不能起得来都不好说了。喂，绝了！正如王爷所愿，落红有了。这颜色，这量，绝对能交差。王爷，王妃，时候不早了，咱家就不打扰二位歇息了。滚！累死老娘了，比打了一架还累。江岁岁，刚才教的不错，看来爱妃平日里没少看花帖子。那是，为了配合王爷的英姿，臣妾自然要全力以赴。既然这么会演，那明早进宫请安，爱妃可别掉链子。皇兄那个人比李公公难缠100倍，只要钱到位，演技我加倍。王爷，咱们明码标价，明天进宫这一趟得有出场费。好，你要多少本王都给，只要你有命花。起这么早？行了，桌上有银票5000两，昨晚的出场费。王爷真是信守承诺的君子，以后有这种活儿，请务必找我，包年还能打9折。把鞋穿上，若是着凉生病，本王可没多余的棺材给你。
王爷放心，我这身体壮得像头牛。今儿个要进宫谢恩吧？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半个时辰后。今日进宫不比昨晚。皇兄生性多疑，皇后更是笑面虎。你只需记住一点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本王都是个废人。这一路上全仰仗王妃搀扶了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只要钱到位，别说搀扶，就是把您背进金轮殿，我也能大气不喘一口。这防守，苍蝇飞进来都得查户口吧？待会儿见了皇上，你都只管哭穷哭惨。王爷，慢点儿，小心台阶。贤王妃到。臣弟参见皇上。云慈啊，虚礼就免了，快赐座。谢皇兄。皇上恕罪，王爷他昨夜劳累过度，臣妾都快吓死了。哦，劳累过度，看来昨夜云慈与弟妹相处甚欢啊。李公公今早呈上来的原帕，朕看了，甚慰啊。皇上笑话了。既然成家了，这身子就更要养好了。云慈啊，朕记得你小时候骑射功夫也是一绝，虽说这些年病着，但朕总想着将门虎没配英雄。如今你娶了江将军的女儿，这尚武之风可不能丢。来了，试探来了。这皇帝也是够缺德的，明知道谢云慈是个废人，还提什么骑射。皇兄谬赞了，臣弟如今连拿筷子的力气都快没了，哪里还拉得开弓？这弓怕是这辈子都无缘了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把穿云弓是当年父皇赐给你的，朕一直替你留着。今日既然你大婚，朕便将物归原主。来，试试看，哪怕拉不开，拿在手里也是个念想。坏了，这弓起码有40斤重，谢云慈若是接了，拿得动就暴露内力，拿不动，当众脱手砸了脚，或者摔了御赐之物，那就是大不敬。王爷，王爷！哎呀，好重！这弓怎么跟铁疙瘩似的？皇上，您这是赏赐给王爷的，这也太沉了，能不能换成金子啊？或者折线也行啊。王爷这身子骨拿着个这玩意儿，回头再把自己砸出个好歹来，医药费皇上给报销吗？大胆！贤王妃，御赐之物岂容你这般讨价还价？还不好好收着？收着就收着嘛，这么凶干什么？公公，麻烦帮我扛着送到马车上去。这玩意儿虽然不能吃，但融了应该能打不少铁锅。这江家女儿果然如传闻中一样，是个空有一身蛮力、贪财短视的草包。谢云慈娶了这么个女人，不仅得不到江家的势力支持，反而会成为京城的笑柄。妙，实在是妙。哈哈哈哈！弟妹真是性情中人。好，既然弟妹喜欢金子，朕便赏你黄金100两。但这弓也得带回去，挂在墙上辟邪也好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多谢皇上，皇上万岁！让皇兄见笑了。无妨，一家人嘛。行了，朕也不留你们用膳了。江老将军怕是还在府里等着你们回门呢。去吧，别让老将军等急了。王爷，刚才那波配合值多少钱？做得不错，黄金100两归你，那把弓也归你。你要弓干嘛？真拿回去打铁锅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那个皇兄眼视里全是刀子。刚才我要是不出手，你真打算让内功砸断你的腿？砸断腿换他3年的放心。江岁岁，你护短的样子，本王很满意。少来，我是怕你断了腿，我得伺候真摊子，那可是另外的价钱。走吧，
去见你那个要吃人的爹。护国大将军府与死气沉沉的贤王府不同，这里处处透着一股子粗犷豪迈的铁血气息。门口的2座石狮子被擦得锃亮，门楣上悬挂着先帝御赐的国之柱石匾额。此时正堂之上，气氛凝重的像是一处即发的火药桶。江穗穗的父亲护国大将军江震正端坐在主位上，他年过50旬，须发花白，但虎背熊腰，双目如电，手里正拿着一块磨刀石，慢条斯理地擦拭着一把寒光闪闪的斩马刀。两旁坐着江家的7大姑8大姨，还有几个庶出的兄弟姐妹，其中最显眼的是江穗穗的堂妹江婉。她穿着一身粉色的罗裙，长得倒是清秀，只是那双吊梢眼里透着掩饰不住的嫉妒和幸灾乐祸。大伯，您就别生气了。江婉假惺惺地劝道：“姐姐虽然嫁了个身体不太好的王爷，但好歹也是正妃啊。听说那贤王虽然是个病秧子，但府里有钱啊。姐姐这辈子算是衣食无忧了。放屁！”江震猛地一拍桌子，震得茶盏乱跳。老子把他养这么大，教他习武读书，是让他去给人家守活寡的吗？那个谢云慈走路都要人扶，万一哪天死在床上，我女儿岂不是要背个克夫的名声？正说着，门房来报，将军王爷和王妃到了。江震冷哼一声，把斩马刀往桌上一拍，让他们进来。老子倒要看看这个被皇上吹上天的贤王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片刻后，江穗穗扶着谢云慈走了进来。谢云慈依旧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，脸色惨白，走一步喘3口。进了大厅，被这满屋子的肃杀之气一冲，更是身形一晃，险些跌倒。岳父大人在上，受小婿一拜。谢云慈颤颤巍巍的就要行礼，免了。江震看他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就来气，大手一挥：“别拜了，别把腰闪了，还要赖在我家讹医药费。亲爹，您是懂扎心的。”爹江穗穗叫了一声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撒娇：“您这是干嘛呀？拿着刀吓唬谁呢？吓唬谁呢？吓唬这小子！”江震瞪着谢云慈：“谢云慈，我江家是武将世家，最看不起的就是软脚虾子。虽然你是皇上下旨赐婚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你要是敢让我女儿受半点委屈，老子这把刀可不认什么王爷。”谢云慈垂下眼帘，眼珠眼底的暗芒，恭顺道：“岳父教训的是，小婿定当竭尽全力护穗穗周全。就你护他？”江震嗤笑一声：“你自己都要人护着吗？”就在这时，旁边的江婉突然插嘴笑道：“大伯，你也别太严苛了，王爷身子弱，这是胎里带的，也没办法，咱们还是赶紧入席吧，别把王爷饿坏了。”说着，他站起身，热情地走过来：“姐姐，王爷，快入座吧，今日特意准备了大补的宴席。”江穗穗瞥了江婉一眼，这丫头从小就跟他不对付，什么都要争，如今看她嫁了个病秧子，指不定心里乐开了花，这会儿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众人移步花厅入席，这一桌子菜果然大补，清一色的牛鞭汤、羊肾羹、鹿血酒，简直是把补肾壮阳4个字写在了菜谱上。谢云慈看着这一桌子菜，嘴角微不可察的抽搐了一下，这是把他当什么补？来，王爷，这是特意为您熬的10全大补汤。江婉亲自生了一碗汤，端到谢云慈面前，笑盈盈地说：“这可是用100年老参熬的，最是补气血，王爷趁热喝。”他端汤的时候，手一滑，那滚烫的汤汁直直地朝着谢云慈的腿上泼去。这一招极其阴损，如果谢云慈躲了，就暴露身手；如果不躲，这滚汤泼上去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江婉眼底闪过一丝恶毒的快意，他就是要让谢云慈出丑，让江穗穗心疼，顺便试探一下这个王爷是不是真像传闻中那么废物。然而预想中的惨叫并没有发生，因为一只手横空出世，在半空中稳稳地截住了那只碗。江穗穗她动作快如闪电，一把抓住了江婉的手腕，用力一拧，江婉发出一声惨叫，手里的碗脱手而出。江穗穗另一只手轻轻一抄，接住了碗，滴水未洒。紧接着她反手一泼，那碗滚烫的汤汁精准无误地泼在了江婉那条粉色的罗裙上。烫死我了！江婉尖叫着跳起来，拼命拍打着裙摆，狼狈不堪。全场死寂，江震愣住了。谢云慈坐在轮椅上，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那个红衣背影，眼底划过一抹深邃的流光。哎呀，妹妹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！江穗穗把空碗往桌上一放，发出砰的一声脆响，脸上却是一副关切的表情。手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往自己身上泼？这是想给王爷表演个热汤泼身助兴吗？你故意的！江婉疼得眼泪直流，指着江穗穗怒骂：“江穗穗，你竟然敢泼我，放肆！”江穗穗脸色骤冷，那股子从战场上厮杀历练出来的煞气瞬间爆发。本王妃的名讳也是你能直呼的。还有刚才那碗汤，若是泼在王爷身上，烫伤了龙体，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？他上前一步，逼视着江婉，声音不高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。记住，这是我的夫君，是大周的贤王，在这府里，除了爹爹，谁敢对他不敬，就是打我的脸，打我的脸，我就打断他的手。江婉被他这股气势吓住了，捂着手腕瑟瑟发抖，求助的看向江震。大伯，江震此时才回过神来，他看着那个像护崽的老母鸡一样护着谢云慈的女儿，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眼底露出了一丝赞赏。这才是他江震的女儿，不管嫁给谁，那股子护短的霸气不能丢。行了，江震沉声道，婉儿御前失仪，带下去治伤，禁足半个月。江婉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，被丫鬟拖了下去。临走前怨毒的看了江穗穗一眼，风波平息，江穗穗重新坐下，像没事人一样给谢云慈夹了一筷子青菜。王爷，那些大补的东西少吃，虚不受补，吃点青菜败火。谢云慈看着碗里的青菜，又看了看身边这个刚才还煞气腾腾，现在又一脸淡定的女人，他忽然觉得这碗没滋没味的青菜似乎也没那么难以下咽了。宴席散后，江穗穗被江震叫去书房训话，谢云慈独自一人留在
在客房休息，他平推了下人，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那棵高大的梧桐树。主子，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房梁上，是他的贴身暗卫影妻。刚才在席上属下本想出手的，没想到王妃她比你快。谢云慈淡淡道，指尖摩挲着拇指上的玉扳指，查清楚了吗？江晚那碗汤是谁授意的？是宫里那位。影妻低声道，皇后娘娘给了江晚赏赐，暗示她试探您的虚实。果然。谢云慈冷笑一声，眼底杀意凛然。既然皇嫂这么闲，那就给她找点事儿做。去，把前2日搜集到的关于太子太傅受贿的证据，在这个风口放出去。是。影妻领命，正欲退下，忽然又犹豫道：“主子，王妃她似乎对您是真心的，刚才那般护着您。”谢云慈动作一顿，真心。他脑海中浮现出江穗岁数前时那贪婪的小模样，以及刚才挡在他身前时那坚定的背影。他是真心护着他的钱袋子罢了。谢云慈自嘲地笑了笑，但那笑意里却少了几分阴魂，多了几分不明的情绪。不过这把刀确实好用，影妻以后盯着点，别让他被人暗算了。毕竟他是本王花了5000两雇来的。此时书房内，江震看着跪在地上的女儿，叹了口气：“穗穗，你跟爹说实话，那小子是不是装的？”江穗穗心里咯噔一下，姜还是老的辣。爹，您说什么呢？江穗穗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，太医都说了，他那是胎里带的毒，少糊弄老子。江震冷哼一声：“老子在战场上杀了几10年的人，看人准得很。那小子虽然看着弱，但眼神太深，而且刚才江晚泼汤的时候，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常人遇到这种事本能都会躲，只有一种人不会躲，什么人？那是对周围一切都掌控在心，知道绝对不会伤到自己的人。”江震目光如炬：“穗穗，你嫁入王府，爹不求你荣华富贵，只求你平平安安。这谢云慈水太深，你若是不想跟他过，爹这就进宫辞官，拼着这条老命，也求皇上让你们和离。”听到这话，江穗穗鼻头一酸。虽然这老头平时凶巴巴的，但对他是真的疼到了骨子里。爹，江穗穗抱住江震的大腿，把脸埋在他膝盖上：“您放心吧，女儿心里有数。这谢云慈虽然水深，但他暂时还淹不死我，而且我觉得这日子还挺有意思的。”有意思？江震气得吹胡子，玩命叫有意思。哎呀，富贵险中求嘛。江穗穗抬起头，露出一个狡黠的笑：“爹，您就等着看吧。您女儿我不但不会守寡，将来还能给您挣个更大的诰命回来。”江震看着女儿这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伸手摸了摸她的头顶：“罢了，随你去折腾。但你记住了，若是受了委屈，江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那小兔崽子要是敢欺负你，老子剁了他。”回王府的马车上，气氛有些微妙的安静。谢云慈靠在软榻上，看着正在闭目养神的江穗穗，忽然开口：“岳父大人，是不是想让你跟我和离？”江穗穗睁开眼，有些惊讶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在书房安了窃听器？哦不，你派人偷听？猜的。”谢云慈淡淡道：“江将军是明白人，他看不上我这个废人，确实看不上。”江穗穗诚实地点点头，他说：“你要是敢欺负我，就剁了您。”谢云慈轻笑一声：“那爱妃是怎么说的？”江穗穗凑近他，盯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说道：“我说这是一笔长期投资，只要你别死太快，咱们就能双赢。”谢云慈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双清澈却又透着精明的眼睛，心中某根弦微微波动了一下。他伸出手，轻轻捏住江穗穗的下巴，声音低哑：“江穗穗，你这笔投资风险很大，一旦入局就没有退路了。富贵险中求。”江穗穗拍掉他的手，重新靠回去：“只要钱给够，刀山火海，我也陪你走一遭。”谢云慈看着他良久，唇角勾起一抹真实的互动。好，他在心里默默说道：“既然你不想退，那这辈子就别想走了。”深夜，江穗穗盘腿坐在那张宽大柔软的拔布床上，面前摊着一本王府的内账。这账本是他白天从管家那里顺来的，美其名曰以此学习涨价，实则是为了摸清谢云慈的家底，好为将来卷款跑路做准备。然而越看着账本，江穗穗越觉得不对劲。偌大一个王府，一个月的开销只有300两。江穗穗皱着眉头，借着烛火翻看，买药材花了280两，剩下的20两负责全府上下的吃喝拉撒。这谢云慈是在喝金子熬的汤吗？还是这府里的下人都练了辟谷神功？假账，绝对是假账。作为在边关军营里混大的诡异传人，江穗穗不仅识读，对粮草账目也是门清。这账本做的看似天衣无缝，实则处处透着一股子我就骗你了，你能怎么着的敷衍。狡兔三窟，江穗穗合上账本，目光投向窗外那座黑漆漆的院落。听雪轩，那是谢云慈的书房，也是整个王府的禁地。听说那里不仅藏着万卷孤本，更重要的是历代贤王积攒的司库钥匙，极有可能就在那里。江穗穗看了一眼床边的漏客，丑13颗，正是人困马乏、手味最松懈的时候。他利落地翻身下床，推开房门，寒风扑面。江穗穗身形如电，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夜色之中。他的轻功名为踏雪无痕，是师傅当年被仇家追杀时练出来的逃命绝技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狗字。听雪轩外果然有暗卫。江穗穗趴在远处的屋脊上数了数呼吸声，1、2、3，明哨4个，暗哨居然有8个。江穗穗啧舌，一个病秧子的书房，守卫比皇宫御书房还严密。这要是里面没鬼，我江穗穗3个字倒过来写。不过对于诡异传人来说，硬闯是下策，下毒才是王道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细竹管，对着上风口轻轻一吹，一股无色无味的粉末顺着风飘向了听雪轩。这是醉生梦死，散不致命，但能让人在半炷香内陷入深度睡眠。默数了30下，原本隐藏在树梢假山后的呼吸声变得绵长沉重起来。搞定！江穗穗像一只轻盈的狸猫，避开了几处明显的机关陷阱，轻巧地落在了书房的窗棂上。他用一把薄如蝉翼的小刀挑开了窗扉，悄无声息地翻
翻了进去。书房内没有点灯，一片漆黑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龙涎香，混合着一丝极其微弱的血腥味。江穗穗心头一跳，血腥味。他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手腕一翻，扣住了袖中的银针。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，他看清了书房的陈设。紫檀木的书架高耸入云，堆满了古籍，正中央是一张巨大的花梨木书案，而此刻书案后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。那人并没有睡，也没有看书，他手里拿着一块雪白的丝绸，正在慢条斯理地擦拭着一把剑，剑身修长，寒光凛冽，上面沾染着未干的血迹。而在这个人的脚边趴着一具尸体，那是一个女子，看装束是府里的丫鬟，擦剑的人正是那个连床都下不了的贤王谢云慈。此刻的他并没有带那副病弱的神态，那张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冷漠的像一尊杀神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坐坐。谢云慈头也没抬，声音平稳的听不出一丝波澜，站在窗边吹风，容易受凉。爱妃身子骨硬朗，本王可是受不住的。江穗穗僵在原地，他明明用了醉生梦死散，外面的暗卫都倒了，为什么他没事？难道这货百毒不侵？既然被发现了，江穗穗索性也不藏了，大摇大摆的走了过去，一屁股坐在书案对面的椅子上，甚至还翘起了二郎腿。王爷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里杀鸡儆猴。江穗穗瞥了一眼地上的尸体，这丫鬟我见过，叫红袖是吧？长得挺标致的，前2天还端着参汤往您房里钻，怎么伺候的不舒服？谢云慈终于擦干净了剑上的最后一丝血迹，他举起长剑，对着月光端详了一下，剑锋映照出他眼底的寒芒。他是皇嫂的人。谢云慈淡淡道：“今晚他不仅是来送汤的，还是来偷兵符的，顺便想试试本王是不是真的不行。”哦，江穗穗挑眉，那结果呢？王爷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很行，还是用这把剑证明了自己不行？谢云慈抬眼，那双深邃的眸子锁定了江穗穗，嘴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。爱妃觉得呢？我觉得江穗穗指了指地上的尸体，王爷这杀人的手法确实很行，一剑封喉，切断了气管，却避开了颈动脉，防止血喷溅的到处都是，专业。他原本以为江穗穗看到这一幕会尖叫，会恐惧，或者至少会质问，毕竟刚才这一幕彻底撕碎了他病弱的伪装。可这个女人竟然在点评他的杀人手法，你不怕？谢云慈身体前倾，压迫感扑面而来，知道了本王的秘密，通常只有2种下场，要么死，要么变成哑巴。怕什么？江穗穗耸耸肩，身子往后一靠。王爷要是想杀我，刚才我进窗户的那一瞬间，这把剑就已经在我的脖子上了。既然王爷没动手，说明我还挺值钱的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，放在桌上推了过去。这是什么？谢云慈问。化尸粉。江穗穗语气轻松，像是在推销什么护肤品。王爷这剑法虽好，但善后工作太粗糙。这么大一具尸体，您打算怎么处理？埋后花园当花肥，容易被狗刨出来，扔井里会污染水源。用这个倒上去，一盏茶的功夫，连骨头渣子都能化成一滩黄水，挥发无痕，环保卫生。谢云慈看着那个不起眼的小瓷瓶，又看了看一脸坦然的江穗穗，良久，他忽然低低的笑出了声。这笑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瘆人，却又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愉悦。江穗穗，他念着他的名字，仿佛在品味什么美酒。你果然是个惊喜。本王原本还在想怎么把你拉下水，现在看来你自己跳进来了。别误会，我是为了自保。江穗穗摆摆手，这红袖死了，明天皇后肯定会查，要是查到王府头上，我也得跟着倒霉。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这尸体处理干净了，大家都好过。说完，他起身走到尸体旁，拔开瓶塞，将粉末均匀地洒在尸体上。只听嗤嗤几声轻响，那具尸体果然开始迅速消融，冒出一阵白烟。江穗穗熟练地打开窗户通风，然后不知从哪儿掏出一把香粉，洒在空气中，瞬间掩盖了那股刺鼻的味道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熟练得让人心疼。谢云慈静静地看着他忙活，眼底的杀意彻底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名为同类的认可。爱妃深夜造访，应该不只是为了来帮本王毁尸灭迹吧？谢云慈收剑入鞘，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慵懒。本来是想来偷点钱，哦不，查查账。江穗穗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如实相告。但现在看来，王爷这书房里更值钱的，恐怕不是金银珠宝，而是这些把柄。他指了指书架上的一排暗格，王爷装病10几年，暗中筹谋，这书房里藏着的，怕是能颠覆大周江山的秘密吧？江穗穗走到桌前，双手撑着桌面，直视谢云慈。我可以不问，不看也不说，但王爷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说以后这种脏活累活得加钱。江穗穗一脸严肃。另外，我要王府库房1半的支配权。那个假账本我看吐了，我要看真的。谢云慈看着他那双在月光下熠熠生辉的财迷眼，心中竟然生出一种荒谬的纵容感。这个女人贪财贪得如此光明磊落，倒是比朝堂上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老狐狸可爱多了。好，谢云慈从腰间解下一块墨玉令牌，随手扔给他。这是引令，见令如见本王，库房随你开，暗卫随你调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眼神微冷。既然拿了本王的令，以后若是敢背叛本王，若是背叛，我自己跳进化尸坟里，不劳王爷动手。江穗穗一把接住令牌，笑得像只偷腥成功的猫。成交。就在这时，窗外忽然传来一声夜宵的啼叫。谢云慈脸色微变，影其在示警，有人来了。江穗穗反应极快，一把将桌上的化尸水瓶子扫进袖子里，然后迅速吹灭了唯一的蜡烛。是谁？江穗穗压低声音，不管是谁，现在的场面都不适合见客。谢云慈指了指地上一滩还没完全干透的水渍，我有办法。江穗穗忽然一把抓住谢云慈的衣领，用力一扯，谢云慈那件昂贵的锦袍被扯开了大半，露出了大片苍白精壮的胸膛。你干什么？谢云慈一愣，
演戏啊！江穗穗说着，迅速弄乱了自己的头发，把衣领往下拉了拉，露出一截香肩，然后一屁股坐在谢云慈的大腿上，双手环住她的脖子。江穗穗低声喝道。谢云慈有些无奈，这场景怎么似曾相识？就在这时，书房的门被人猛地推开。王爷，属下听到这边有动静，闯进来的是王府的侍卫统领，身后还跟着几个被惊醒的下人，他们举着火把将书房照得通亮。然而映入眼帘的一幕让所有人都石化了。只见他们那位病弱的王爷正衣衫不整地坐在椅子上，怀里抱着同样衣衫凌乱的王妃。王妃面色潮红，正把头埋在王爷胸口，一副好事被打断的羞愤模样。而王爷虽然脸色依旧苍白，但眼神却阴沉的吓人。滚！谢云慈从齿缝里挤出一个字，侍卫统领吓得手里的刀差点掉了。属下死罪，属下这就滚，这就滚！众人如潮水般退去，还贴心的带上了门。门关上后，江穗穗立刻从谢云慈腿上跳下来，整理好衣服，嫌弃的拍了拍王爷，这把太师椅太硬了，下次换个软点的。谢云慈看着自己被扯坏的衣服，又看了看那一滩已经挥发殆尽的尸水，无奈的按了按眉心。江穗穗，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许随便扯本王的衣服，看心情吧，加钱可以考虑。3天后，大雨滂沱，将整个京城都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水幕之中。咸王府因为地势低洼，回廊下已经积了不少水，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据影期传回来的情报，皇帝因为上次试探失败，心中疑虑未消，加上洪秀莫名其妙失踪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宫里那位终于坐不住了。这次来的不再是试探的棋子，而是真正的杀招。天狼卫江湖上顶尖的刺客组织，拿钱办事，不死不休。此时卧房内，谢云慈躺在床上，脸色比平时还要难看几分。这倒不是装的，每逢阴雨天，他体内的毒就会发作，骨缝里像是钻进了无数根冰针，疼得让人发疯。江穗穗坐在不远处的罗汉床上，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，正小口小口的喝着。来了。谢云慈忽然睁开眼，声音虚弱却森寒。话音未落，屋顶上的瓦片突然碎裂，哗啦伴随着雨声，7、8个黑衣人如同黑色的闪电破顶而入，他们手中的长刀在闪电的映照下泛着令人心悸的寒光，目标明确，直取床上的谢云慈。啊，杀人了！江穗穗尖叫一声，手里的姜汤碗吓得脱手飞出，那碗滚烫的姜汤不偏不倚，正好砸在为首那名刺客的面门上。那刺客惨叫一声，视线被热汤模糊了一瞬，就这一瞬，江穗穗已经连滚带爬地扑到了床边，一把扯过被子盖在谢云慈身上，整个人挡在他面前，瑟瑟发抖地喊道：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们钱，少废话，送你们夫妻上路。为首的刺客抹了一把脸上的姜汤，怒吼一声，长刀劈下。谢云慈缩在被子里，指尖已经扣住了一枚透骨钉，他在计算如果出手要怎么才能在不暴露内力的情况下杀人。然而江穗穗比他更快，就在长刀即将落下的瞬间，江穗穗突然扬手一挥，看招，万紫千红一片绿，一大捧五颜六色的粉末迎面洒向那群刺客。刺客们本能地屏住呼吸，后退半步，挥刀格挡。江湖经验告诉他们，这肯定是毒粉。然而粉末散去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臭娘们耍我们，这是面粉。刺客大怒，哎呀，拿错了，这包是做点心的。江穗穗一脸歉意，手却再次探入袖中。这一次他的眼神变了，那是属于诡异的眼神。这一包才是送给各位的见面礼，软筋酥骨散加强版。他手腕一抖，几颗看似不起眼的蜡丸被弹射而出，撞击在刺客的刀身上，瞬间炸裂，化作一团淡粉色的烟雾。这烟雾极其霸道，沾皮即入。冲在最前面的3个刺客身形一致，只觉得握刀的手瞬间失去了力气，当啷几声，兵器落地。他们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膝盖像是被人抽去了骨头，软绵绵地跪了下去。小心有毒！剩下的刺客立刻分散开来，捂住口鼻，不再正面强攻，而是改为游斗。爱妃这毒好像不太够用。谢云慈从被子里探出半个头，声音虽然虚弱，却带着几分看戏的闲适。左边那个要绕后了。江穗穗一边躲避着飞来的暗气，一边咬牙切齿，还不是因为这该死的天气，湿度太大，毒粉扩散的慢。王爷，您别光看着啊，帮忙啊！本王是个废人，怎么帮？谢云慈无辜地咳了一声。说话间，一名漏网的刺客已经绕到了床侧，举刀刺向谢云慈的心口。江穗穗被另外2名刺客缠住，分身乏术，眼看救援不及，小心！他惊呼。谢云慈看着那逼近的刀锋，眼底闪过一丝嘲弄。他手腕微动，正要弹出指尖的透骨钉，忽然江穗穗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，他竟然直接抓起桌上的烛台，用力掷向那个刺客，同时整个人借力一蹬，凌空飞起，不是飞向刺客，而是飞向谢云慈。扑哧，刀锋偏了1寸，划破了江穗穗的手臂，鲜血飞溅。但他也借着这股冲力，狠狠地撞进了谢云慈怀里，将他连人带被子撞翻在床的内侧，避开了这必杀一击。谢云慈闷哼一声，被撞得气血翻涌。他看着压在自己身上，手臂流血的江穗穗，瞳孔猛地一缩。他真的在用命护自己？为什么？仅仅为了那5000两银子，还是为了那所谓的长期投资？那名刺客见一击不中，再次举刀看来。这一次，谢云慈没有再犹豫，他的手看似无力地垂在床边，实则手指轻轻一弹，一颗从枕头里摸出来的珍珠，裹挟着雷霆万钧的指力破空而出。珍珠太小，速度太快，在雨声的掩盖下根本听不见。那名刺客只觉得眉心一凉，接着脑中轰然一声巨响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向后倒去，至死都没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江穗穗正准备拼死一搏，却看到那刺客突然倒地，眉心只有一个红点。他愣了一下，回头看谢云慈，谢云慈一脸惊恐地缩在角落里，指着地上的尸体。他怎么了？是不是被爱妃的美貌吓死了？神他妈被美貌吓死！这一看就是高手用内力打入异物，贯穿脑髓。但这会儿不是拆穿的时候。剩下的几个刺客见同伴
伴莫名暴毙，又中了毒，心里已经生了怯意。撤！为首的刺客一声令下，几人想要破窗而逃。想跑？问过我的钱袋子了吗？把命留下当赔偿款。江穗穗岂会放虎归山？他从腰间抽出一根极细的银丝，猛地一甩，银丝在空中划过一道诡异的弧线，缠住了最后2名刺客的脚踝。给我下来！江穗穗用力一拽。与此同时，谢云慈手指再次轻弹，2枚从被褥上扯下来的扣子飞出，精准地击中了那2名刺客的马血，瞬间2名刺客重重摔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战斗结束，货房内一片狼藉，雨水顺着破洞的屋顶漏下来，混合着地上的血水，触目惊心。江穗穗大口喘着气，捂着受伤的手臂，疼得龇牙咧嘴。这帮孙子下手真黑。谢云慈慢慢坐直了身子，不再装那副受惊的样子。他看着江穗穗被鲜血染红的衣袖，眼神变得格外忧神。他伸出手握住了江穗穗的手腕，干嘛？别碰，疼！江穗穗想抽回手，别动。谢云慈的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不容抗拒的力量。他从怀里掏出一瓶金疮药，那是江湖上千金难求的玉露膏。他动作轻柔地撕开江穗穗的袖子，露出那道狰狞的伤口。为了5000两，值得吗？他一边上药，一边低声问。江穗穗看着他那张近在咫尺的脸，此刻的他没有了往日的阴松和伪装，专注的让人有些心悸。不仅仅是钱。江穗穗疼得吸了口气，却还是咧嘴笑了。王爷，我说过，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要是死了，谁给我发工钱？谁给我撑腰去打那一屋子的极品亲戚？谢云慈的手指微微一顿，他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他。只是因为工钱，不然呢？江穗穗眨眨眼，难道是因为王爷长得好看？虽然确实挺好看的，但好看能当饭吃吗？谢云慈看着他那副死鸭子嘴硬的样子，忽然觉得心口那个积压了多年的冰冷角落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，有一丝暖风吹了进来。好，他替他包扎好伤口，这伤算工伤，赔偿金1万两，明天去账房支取1万两。江穗穗眼睛瞬间变成了铜钱状，伤口仿佛都不疼了。王爷大气，王爷长命百岁，下次还有这种挡刀的活，请务必叫我。谢云慈无奈的摇摇头，嘴角却勾起一抹宠溺的笑意。影七，他对着空气喊了一声，属下在。影七不知从哪个角落钻了出来，浑身湿透，显然刚才一直在暗处盯着，把这几具尸体处理了。谢云慈指了指地上的刺客。